2年前，我有幸以副总统的身份访问帛琉共和国。2年来，我对帛琉念念不忘。我思念惠恕仁总统，还有帛琉各界热情的招待。那我也怀念帛琉这一个美丽的国家种种漂亮的景致，特别是湛蓝的海洋，里面五颜六色、色彩缤纷的各类的族群，还有丰富的传统文化。我几乎是迫不及待，想要再度来到帛琉，所以非常感谢惠恕仁总统、包和康参议长、安萨宾众议长的邀请，让我有这个机会再次来到帛琉，感受阳光、沙滩、海洋，还有帛琉人民最热情的欢迎，也再次在国会大厦的圆顶下跟各位见面，我深感荣幸。也是中华民国台湾跟帛琉庆祝25周年邦谊。我们两国除了同属南岛民族，拥有共同的血缘与文化，也在我们各自的土地上缔造了民主与繁荣。今天我们共聚一堂，见证台湾和帛琉在追求自由、民主与人权上面的努力不懈。帛琉人民展现勇气，历经8次公投，终于建立帛琉民主共和国。台湾也走过威权统治，在民主前辈前仆后继的牺牲之下，以及全体台湾人民的共同奋斗，也确立了台湾的民主政治发展。台湾和帛琉都是对抗威权主义扩充重要的民主堡垒。我们也在气候变迁、教育或产业、观光等领域分享彼此的经验，为人民带来更多福祉，让生活更便利，国家更繁荣。我们都拥有南岛语族的文化，我们是一家人。我们都追求民主自由的信念，我们志同道合。我们应该都还记得2020年蔓延全球的100年大疫，让世界都停了下来，但台湾和帛琉仍然心连着心，因此台湾捐赠防疫物资给帛琉，隔年帛琉也和台湾开启旅游泡泡，共创安全的旅游模式，让台湾人民来到帛琉旅游，我们一起创造了民主国家携手对抗疫情的典范。我也要感谢帛琉国会多年来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。今年3月，帛琉国会代表也在亚洲太平洋国会议员联合会支持台湾参加 COP29。因为帛琉对台湾的支持，我们能够在公卫、气候变迁、非安以及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做出更多贡献，让台湾走向世界，也让世界拥抱台湾。这几年，全世界都面对智慧化转型的挑战。我在就职典礼上提到，要打造智慧永续新台湾。现在，帛琉也要从国会的数位化开始，带动国家的数位转型。我们会在参议院共同启动国会数位化转型计划。接下来，台湾会与帛琉携手合作，改善国会的影音设备、治安防护，并且建设电子化投票系统，提升国会议事的效能，也让公民更方便参与，让帛琉的民主政治持续深化。我也期待这次合作能够成为南太平洋数位化、智慧化转型的典范，让台湾和帛琉一起迈向进步与繁荣。今天在这里，我看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，包括2年前我来到帛琉认识的参议院议长、众议院议长，以及许许多多的国会议员，也包括今年5月随惠恕仁总统伉俪访台的各位议员。我也期待惠恕仁总统以及各位国会议员持续率访问团访问
台湾，促进各项交流合作，深化两国邦谊。最后，我要再次感谢帛琉人民以及帛琉政府与国会对台湾的协助和支持。回顾过去1/4世纪，台湾和帛琉共同创造了许多合作成果，期待未来我们继续携手同行，一起让世界看见台湾和帛琉以团结的力量，坚持民主自由的价值，为全球的民主、和平与繁荣做出更多贡献。